他们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这里现在超热，这里也可以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科技。哦嗨哟！今天呢，我报名了一个在 KKday 上面的一日游行程。然后呢，它是要去我之前就知道的一间在滋贺琵琶湖附近的一个很漂亮的美术馆。然后那个美术馆呢是由贝聿铭设计师打造的，主要的设计理念是来自于《桃花源记》，但是那地方很难到，所以只能透过网络套票的行程抵达。然后现在要准备去集合了。买到票了，大人的话是1300，然后在这个售票亭买完之后，这边有接驳车，10到15分钟一般可以搭。如果不搭的话，可以直接从这里这样走过去，走过去大概是10分钟左右。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峡，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段句子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述故事里的渔夫穿过桃花林进入山洞，最后在洞口的另一端发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世界。美术馆便是以此为设计灵感，把发现桃花源的文字转化为抵达美术馆的过程。至于为什么会选择《桃花源记》作为设计理念呢？这就要提到美术馆的创办人小山美秀子女士了。受她的人生老师哲学家冈田茂吉影响，她相信只要不断接触美丽的事物，就能提升自己的精神与人格。而当一个人的内在变美，最后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所以他收藏了40多年的艺术品，涵盖日本、埃及、西亚、罗马等各个国家，最后甚至把这些私人收藏变成了一座美术馆，就是因为他想创造一个可以让人暂时离开日常，接触自然、建筑与艺术，让心灵被提升的地方，也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些美。这个宗旨和美术馆的设立地点，才让贝聿铭串联起《桃花源记》的概念，提议以此作为设计，也创造出小山美秀子心目中的现代桃花源。走进这条通往美术馆的必经之路时，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哇，真的没有回音耶，特别的设计。这里不像一般的隧道，几乎没有任何回音，反而出奇的安静。后来查资料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在隧道内贴满了银色带有孔洞的金属板，除了达到吸音的效果外，也精心调整每一片的角度，将外面的光线有序地带进隧道，成为引领你不自觉向洞口前进的光源。我快要走到洞口了，超漂亮的。而且我觉得它如果就是要用这种很吸音的隧道的设计的话，就会让这个感觉是真的是很安静，慢慢的走过去的感觉。如果它今天隧道的那个回音的设计，感觉就比较嘈杂。我觉得这一趟用走的来好像蛮好的。对啊，不然坐那个车其实蛮快的，就是咻一下就结束。所以还是要走在里面比较好。对啊，好漂亮啊！顺带一提，这座山种植各种树林，所以光源呢也会随着四季变换改变颜色。无论是不是当初的无心插柳，都让我觉得非常值得欣赏。我们穿过了这个长长的隧道，到美术馆了。天哪，这样看过去超像一幅画的，好漂亮哦！我们现在在正面入口，然后它有南馆跟北馆，1楼跟 B1， 展区其实没有很大。说到贝聿铭，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罗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他经常使用非常利落的几何线条，像三角形、金字塔这些简单的几何形状。而这些特色在美术馆里也全部看得到。他曾经说过，光是建筑的关键。像是抬头看这个玻璃屋顶，就会发现整个结构其实是由大量三角形组成的，而且建筑采用了很多这种六角形的设计，这好像也是贝聿铭先生很喜欢的设计方式，就是用这种角尖的结构去引领你往某个方向前进的感觉，让光线随着角度和玻璃的折射引入光源，即便空间内不打灯，也能创造出光线的流动感。有些建筑的厉害之处在于充满气势的万丈高楼平地起，但另一派却把建筑藏得越看不见越融入自然越好的标杆前进。
美术馆的整座建筑大约有80%都埋在地下，是大师刻意把建筑藏进山里，让山的轮廓、树木和天空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借景创造四季变换的一幅画。甚至在设计之前，他还先站在山坡上找出最漂亮的山景，再决定建筑和窗户应该怎么安排。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每一扇窗、每一道光，其实都不是偶然。我们差不多快逛完了。我觉得这整个建筑物不止很漂亮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是，它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跟他们的常设展的艺术品是有相关的。因为这边主要是展埃及跟西域主题的内容。比如说贝聿铭先生在设计的时候，他一定有考量到常设展里面的一些展物，所以他在埃及那一区的话呢，感受到时间长河的累积，所以它的整个落地窗是打通的，让那个阳光的光线也可以展现出时间的流动。然后在西域那边有展示一个很大尊的佛像，那个区域的展厅设计就是使用像是佛寺、寺庙的概念去设计的。然后我刚才看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在埃及展区那里展示一个准头人身的一个神像，但那个展厅是需要90度弯进去的，而且入口有一个很大面的石灰岩。然后他说会这样子设计的原因是因为以前这个神像是被放在埃及的古陵宫殿里面很深处的地方，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所以他有特别考量到这一点，把它的设计跟其他的展厅是有点区隔开来的。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你在了解他们的设计背景过程之后，就会更觉得他们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这些全部都是小小的石头排列而成的，可是它可以把那个光影、线条啊，然后还有整个纹理做得超好。这家明明是石头，但这整片、这整块看起来超像一个超大的地毯，而且因为它也就摆在地上，很厉害耶，超细致的。这一块应该是整个馆内少数可以拍的艺术品，因为大部分在馆内展馆室里面的是不能够拍照的，但这一块是在 B1 大厅的，真的超细节的，好漂亮哦。这里是接驳车的地方，看连这地方都超漂亮的。我们要从桃花源机场到现实世界。我刚刚又有看到一个解释，贝聿铭在看到一些设计，他如果不喜欢，他就说这个空间是有机的感觉，然后这很多是那种已经要大概的那种图，然后那设计师就很崩溃，跟我们以前做笔字的老师很像，超好笑。我们到我们的第2站了，在琵琶湖这边的白须神社。作为晋江地区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约有2000年的历史。白须这个名字则与主祀神明原田彦命有关。他白发白须的老人形象，且传闻曾经帮天孙引路。在古代商船往来频繁的琵琶湖上，也有守护航海安全、替旅人指路的寓意。也因为其地理位置和文化重要性，是许多文人雅士常造访的地方。白须神社有名的就是它也有一个海上的鸟居，湖上的鸟居，因为是琵琶湖。因为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嘛，所以真的很大，看起来就跟海一样。这边因为也蛮难到的，所以它这整个行程是包在一起的。然后除了这边之外，等一下还会再去一个竹林寺吗的样子，我会停留30分钟看那个海上鸟居。不过海上鸟居实际上是在对岸，它有一个马路，然后是不能够跨过这个马路的。所以如果要看到海上鸟居的话，你只能到它旁边的这个瞭望台上面看。鸟居作为神域与人间的界限，而白须神社的神域与琵琶湖又密切相关，传闻鸟居因此才设在湖面上。不过也有一说是因为湖上鸟居的传说深植人心后，近代才把传说具体化成现在看到的景观。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在表示琵琶湖与白须神社密不可分的关系。来去买玉珠印，不是玉手欧米克基。开奖时间。好，你的是什么？墨吉。哎，我的是吉。我依然可以找得到我的失误，在比较低的地方就可以找得到。我感觉我的旅行是什么意思？吉日哦，拉北，拉北你还听过啊？忘记了，不知道。像我选吉日，你说择个良辰吉时是不是？那我拿吉，可以看那个农民历，对。刚刚去翻译我的签诗，旅行的部分这些，旅行不太顺利，请节制。抱歉，我回家。
耶！极限，再见琵琶湖。你下次听到就是好火大。到了我们第3站了，旧竹林苑。大人的票一张是330块，我们要进去了。拖鞋进入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大约3300平方公尺的日式庭园，典型的利用原本地形引入溪流瀑布，再以远方的八王子山借景，把自然浓缩进庭院里。而旧竹林苑最有趣的地方是这张看似普通的木桌，这边就是有这个木头的桌子，但它因为有这个镜面反射，所以可以反射出上面这些很漂亮的庭园造景。然后它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景观都不一样。虽然这种桌面反射并不是古代庭园原本的设计，却也创造出了新的观赏方式。对啊，就是只是一个木头桌子，可是它的镜面就可以反射出这么漂亮的画面耶，好厉害哦，像湖泊一样。我唯一有点不解的是，这里现在超热的。以前没有电风扇的时候，那个僧侣有怎么办法在这里久居呢？他心静自然凉。我果然没有办法成为僧侣，我没办法成为活佛。从它的步道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旧竹林苑，这样看蛮好看的，真的就是隐居的感觉。我们在旧竹林苑待了大概15分钟，我们现在要自己帮自己开辟新的旅程。他们好像是计划这个竹林寺可以让大家停留1个小时，但我们认为1个小时待在那边实在太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决定要自己走去开发新路线。我们要去日吉大社，因为它就在旁边而已。日吉大社的腹地超大的，里面有很多地方可以逛。然后这边的门票是500块，我们要来先逛这个。它整个寺庙都是在森林里面，走一圈大概30分钟，差不多可以回去搭车。日吉大社约有2100年的历史，神社境内呢约有40座社殿，以西本宫、东本宫为中心，其中2座本殿都是国宝，还有17栋重要的文化财，占地非常辽阔，也因此走进去会觉得不像是一般都市的神社，更像走进一座山林里的神圣空间。由于山神信仰的关系，猴子成为了日吉大社的神使，但在这里他们不说 Saru， 而是以 Masaru 来称呼。就是因为和除魔胜利的谐音相关，赋予了它驱邪避凶、带来好运的寓意，也因此神社里到处都能看到神缘的象征。西本宫楼门上面有小猴子，在这里，超可爱，买了一只小金猴。这边还有一个它是一个铃铛，然后是麻雀的造型，超可爱的，然后跟那些他们的背景文化是有关系的。走吧，我们要回去了。还好我们有自己来开发这个新的点，因为这边真的蛮大一个的。然后如果喜欢一些o miくじ之类的东西的话，这里也可以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o miくじ。其实秋天不管是去那个旧竹林园，或者是来这边，应该都很漂亮，因为都整片都是枫叶。但是因为旧竹园就是比较小的一区嘛，所以像现在又没有秋天的枫叶可以看的话，就比较可惜。但是日吉大社这一带这一区很大，然后又有一些可爱的小o miくじ可以买的话，就算不是秋天的季节，也还是很漂亮。推推，这超漂亮的，夏季限定，那是像星空一样的。小猴子。对啊，好，去看一下。买到了，本体超漂亮，回去补那个影像给大家看。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等一下就搭车回去了。拜拜大家，下次见，拜拜。满载而归的人。